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IK Ball Life。冬天就要来了，相信喜欢滑雪的大家都像我一样，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雪上。在雪季来临前的这段时间，通常都是我们审视自己的装备，或者考虑要购入新装备的时候。那我也想趁这段期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目前所拥有的雪板，还有我使用它们的经验，希望可以让想要购入新雪板的人有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参考的意见。那今天当然我也不是滑过几百张雪板的人，自己的雪板跟朋友的雪板可能滑过大概10几张雪板，然后也有从 Freestyle、All Mountain、Freeride 到 Powder 的板子，我也都有接触过。那当然这些都不是专业的意见，而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那如果看完这支影片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非常欢迎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然后我会尽量去提供各种解答。那么首先我也想要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滑行风格跟我自己的经验，因为一张雪板的体验会非常取决于你个人的滑行的经验、风格还有地点。那我个人目前已经滑雪4年5年左右，那我每一年大概会滑20到30天不等啊，因为我在美国东岸的关系，这边的雪场比较小，所以通常都会以 All Mountain Freestyle 或者甚至是更以 Freestyle 为主，通常会进公园跳一些 jump， 滑一些 box。那我每一年也通常都会到 Colorado 旅行1-2次。那到那种地方的情况下的话，就会一样以 All Mountain Freestyle 为主，但如果有 Powder 的话就滑 Pow， 没有 Powder 的话，如果有 Park 那就去滑 Park。所以我可以说自己更像是全山类型的人，但是我真的不介意去任何雪场的任何一个地方探索。说了这么多废话，就让我们来进入正题吧。我第一张想要介绍的雪板是这张2021年157公分的 Ride Algerson。这张雪板其实是我的第一张雪板。那我个人觉得 Ride 的雪板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们非常的有弹性，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想要做一些 ollie， 或者是你想要在 kicker 上面jump 的话，它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可以给你非常多的弹性，让你产生更多的滞空。Ride 的雪板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有这个叫做urethane sidewall。这个 urethane 呢，它的材质其实就是使用滑板轮子的材质，所以它相对一般传统的 ABS sidewall 是更加的比较软，然后比较有耐久度，所以它其实有更多的避震的功能。那这张板子呢，它基本上是一个 All Mountain Freestyle board。那基本上我会建议，如果今天你是想要走全山，但是又不介意进去 park 跳一下，或者是道具上玩一下的人的话，那我非常的推荐这张板子 Ride Algerson， 或者是其他同类型的板子。这张板子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推荐。既然我们都已经提到了 Ride 的板子，下一张板子我是想要介绍这张 Ride Zero。这是一张2023年155公分的 Ride Zero。那它其实是一张 asymmetrical true twin， 也就是说它的 heel side 比 toe side 的 radius 还要再短一点。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你在做 heel side turn 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比较没有像 toe side turn 这么的灵敏，它就可以让 heel side turn 更加的 balance， 更加的接近你能在 toe side 所做的 turn。然后我个人的体验是觉得这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你可能一开始滑行的时候的前1-2趟会需要一点时间去习惯，但是你习惯之后，我觉得这张板子就跟一般的板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会觉得它的heel side turn 明显的更加的灵敏，然后抓地力也更加的好。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它使用的是这个 Ride 所谓的 slim wall， 也就是刚刚的 urethane sidewall 以后再做的更薄一点。可以看到这边，它这个 sidewall 的地方是做的非常的薄的。那这样子的好处呢，就是它在雪地上的抓地力的表现又会更加的好。那这张板子跟 Ride 大部分的板子一样，非常的有弹性，可以让你得到更多的滞空。那这张板子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专属公园板，然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喜欢它，非常的推荐。如果喜欢做 freestyle 的人，很建议去考虑这种类似的板子。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张雪板是一张造型非常有趣的雪板。这是2023年150公分的 ES Worka。Worka 这个命名其实非常的有趣，因为有一张雪板叫做 Ride Warpig， 有另外一张雪板叫做 Liptech Oka。这2张雪板都是在雪界非常有名的所谓的 Fallen Shifted Board。Fallen Shifted Board 意思就是说，它把雪板做的比较短，但是把板身做的比较宽，来提供一样的浮力，但是让你有一个更小、更灵敏的一张雪板。那 ES Worka 呢，就是kind of 合并了这2个雪板的特色，然后产生出了这张雪板 ES Worka。那么刚刚也提到了 ，Worka 是一张 Fallen Shifted Board，
我一般使用的雪板通常是157公分，但这张 Yes Work 卡只有150公分，但是我特别选了150公分来善用它 Fall Shifty 的特性。那除了它这张板子是 Fall Shifty 以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 Tapered Mid Bite。Tapered Mid Bite 指的就是在它的 side cut 的地方多了一个凹槽。那这个凹槽的好处呢，就是说它能让你的板宽变窄，但是却能维持一样的板头板尾的空间，这样子能让你在做turning 的时候变得更加的快速，但是却不会牺牲掉你板头板尾的这个大小，因为有一个很大的板头跟很大的板尾，不只可以增加你的浮性，也可以让你在 landing 落地的时候有更加一个稳定的一个空间。我甚至觉得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让它在 butter 做一些 butter trick、ground trick 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有趣。这张板子我平常其实也会把它带到 park 里面玩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张 powder board， 但我更认为这是一张 All Mountain Freestyle in a weird shape， 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一张 powder freestyle board。它是 Fall Shifted， 但它并没有这么多的指向性，所以你在旋转的时候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当然，这张雪板可能相比其他 Fall Shifted board 没有这么多的指向性，会导致它的浮性没有这么好。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张非常有趣的雪板。但如果你购入它的话，会建议把它当成一张 All Mountain Freestyle board， 甚至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它更像是一张 Freestyle board。那么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这张雪板是2021年157公分的 Niche Maelstrom。Niche Snowboard 这个品牌可能对大家比较陌生。这个品牌呢，他们致力于制造 environmentally 的雪板，对于大自然有更大的贡献。滑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对环境非常有破坏性的一个运动，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公司能够为环境多一点贡献是非常好的。那这张雪板有一个很大的特色，这是一张 All Mountain Freeride Board， 也就是说它通常是滑 off piste 或者是滑 powder， 然后高速的 carving。但我真的觉得，在我之前滑行的经验，把这张板子带进公园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当然，它不会像真正的 freestyle board 这么轻松，但它也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我这张板子个人的一个滑行经验，觉得它非常有趣的是，它的板头有非常夸张的一个 rocker， 一个 up kick。那可以看到这边它非常明显的有一个弧度。这个好处呢，就是说这张板子的板头其实是可以做一些 ground trick、butter trick 的。而且它在松雪的浮力也非常的好，但是我后来发现这张板子也有我一个比较不喜欢的地方，就是说这张雪板因为它板头的幅度 up kick 的太夸张，所以当你在 carving 的时候，如果你的重心比较向前的话，这个板头有时候是会折起来的。那如果它折起来的话，就容易会让你可能会突然发口一下，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跌倒。那这是我滑这张板子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我觉得这张板子大部分的情况下，我都还是觉得非常的有趣的。如果大家对 Niche Snowboard 这个品牌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去他们的网站看看有什么你喜欢的雪板。接下来介绍的这张板子是一个造型非常有趣的板子，这张板子是2023年155公分的 Nitro Dingy。这是 Nitro Snowboard 他们所谓的 Quiver Series， 他们的 Quiver Series 呢，通常都是 design 给 Powder 或者是一些 All Mountain的一些雪板。那这张雪板非常有趣的是，它非常非常的宽。这张板子155公分，它的板宽有26.7公分。对于我 US9 size boot 来讲，它是非常非常宽的一张板子。但我觉得这张板子做的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它的板中有做一些 mill out 的技术，所以导致它有更多的 torsional flex。所以其实这张板子虽然它很宽，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些 full steering， 所以你还是可以更灵敏的去控制这张板子。虽然它很宽，但是是可以非常好操控的。这张板子也因为它非常的宽，而且又有一些指向性，所以它在滑 powder 的时候浮力非常的好。虽然它是 full camber， 但它的浮力非常的好。这张板子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我觉得它在 groomer 上做 carving 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它进 tree 里面，因为它的这个指向性，还有它这个小小的 swallow tail， 可以在 tree 里面非常轻松的做一些 pivot turn， 然后去闪躲一些树里面的一些树枝啊什么的。这张板子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它非常的指向性，所以我觉得它在做一些freestyle 的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如果今天你想要滑一些 switch 的时候，它明显跟其他板子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它本来就不是一张 freestyle board， 所以我觉得这张板子也是如果有喜欢滑 powder 的人，非常建议去 Nitro Snowboard 的 Quiver Series 看看，他们有很多非常有趣的 shape。今天最后一个要介绍的雪板是一张非常特别的雪板，
这是我自己的2021年的 Battalion Surfer Limited Edition 159公分。这张雪板在全球制造150张，这是第10张。这是当初我在2年前还1年前在网络上看到有很大的折扣，然后失心疯买下来的。就算折扣后，它还是蛮贵的。这张板子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这个超级大的 swallowtail。这个板子的 design 非常特别的是，它虽然有 swallowtail， 但它并不让你失去它板尾的钢边，所以你在做 carving 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很多的有效钢边可以去做 carving。但它有这个超级大的 cutout， 让你在粉雪的时候不会有就是板尾沉不下去的问题。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前面有一个超级大的板头，然后有 Battalion 最著名的 3BT， 也就是说它这个板子做的像一个汤勺的形状，让你可以产生更多的浮性。这张板子当初我买了之后，有机会可以在几乎接近1 foot 的1 inch 的粉雪中使用，我真的觉得是有非常大的差别，非常建议试试看 Battalion 3BT。然后我也非常建议有在滑 powder 的人，千万不要手软不去买一些 powder board。没有说今天要买一个这么昂贵的 powder board， 但是如果你能够有自己的一个 powder board 来滑 powder 的话，真的会有非常好的体验。那么这些就是对于我所有的雪板以及我对他们滑行体验的介绍，希望这些资讯对大家有帮助。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们下次再见。